重磅消息！娱乐圈又爆出一个大瓜，狗子怀疑女主是被抓到酒店门的养子。每一次都是美丽的，都是一流的，但往往雷声大雨点小。主角暴露后，往往会变成默默无闻的小人物。不过这一次有一个明显的例外，狗子再次爆料，并暗示女主怀疑是养子这个不折不扣的90后女顶。狗子先炸了，说娱乐圈多了一个特大瓜。他说自己是2022年夏天三里屯酒店的，拍的瓜绝对够吃，还说这对在3楼靠窗的可以看到。从狗子拍摄的地点来看，确实是北京三里屯的一家酒店。此外，狗子队还发布了一些视频，有的短则2秒，有的长达10几秒。在一些视频中，狗子队在镜头前站了几个小时，有的位于车后排，有的是吃外卖。不难发现，狗子们蹲了半天，对这些素材进行了拍摄。从图片中不难看出，狗子队从酒店的窗户拍了几张照片，男人赤裸上身，摇晃着车窗。然后狗子队用自己的嘴撕掉了屏幕上的人。随后，狗子再次放出了大瓜女主的照片，并曝光了2人的脸。虽然有些模糊，但窗边还是有一男一女的身影。2个人打扮得很酷，不需要太多感情。在镜头前，狗子队为2人合影，表达了对彼此的友情。此外，狗子队还暗示了男女主角的真实身份。有人说，这个男人是顶级女配，微博粉丝1000万，是个吃素的顶级女哥们。从狗子给我们的建议来看，网友们很快就锁定了刘雪怡的目标。刘雪怡虽然算不上大红大紫，但女搭档的身影屡见不鲜，养子首当其冲。2人在《白蛇传》《青云传》《龙珠无间道》中多次合作，2人不仅是搭档，更是挚友。此外，刘雪怡还在专访中透露，自己刚出道的时候胖得惊人。她身高182厘米，体重接近160斤，现在只有125斤。秘诀之一就是吃素加运动。比如饭店门的女主刘雪怡，还有刘雪怡和杨紫的友情，在女主的人选中，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杨紫。我知道我不是她喜欢的类型。事情并没有结束，狗子队继续把矛头指向杨紫。狗子队称是吃蛋糕那天拍的，时间很晚才被发现。大家都知道杨紫和刘雪怡卷入了夜光蛋糕风波，因为杨紫到底有没有吃到刘雪怡递过来的蛋糕，一直争论不休。狗子特意强调这是在拍那天吃蛋糕，明显是想请网友给杨紫和刘雪怡介绍饭店门男女主角。更有使者酒店之门女主的脸被放大了，指她长得像杨紫。随着狗子队的暗示，甚至有人将矛头指向杨紫，还有人趁机兴风作浪，认为此人就是杨紫。但是仔细一想，又觉得这件事情毫无逻辑可言。细数酒店之门中男主的形象，他摆出一副小拖尾的样子，跟刘雪怡的风格截然不同。他身穿蓝色运动服，脚踩黑色皮鞋，而他们2人更是在派对上吃着蛋糕，被拍成这样。他们怎么能这么大胆，在这么吵闹的三里屯酒店里开房？更何况以杨紫的性格，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。单凭某些毫无根据的证据，实锤的人就是杨紫。只能说狗子之心可诛。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。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，演员的行为受到哪些法律规定的约束？演员虽然是公众人物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忍受被诬陷和诽谤的伤害。希望狗子们不要为了流量不择手段，否则将面临法律制裁。02肖战准备转让权利，但不准备迷失自我。直到今天，他仍然是一个2极分化的人物。讨厌他的人看到他的脸，也会找个角度骂他；喜欢他的人会无数次的翻看他的过往，一遍又一遍的心疼他。好像自从他踏入了娱乐圈，或者说，好像自从他自爆的那一刻起，就再也做不到自己了。我开始明白，我并不存在，我是我想成为的人，也是我被创造成为的人。这是君子文章的节选，是肖战本人的一段话。记得他说过无数次，娱乐圈的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一份工作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做好这份工作。在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之前，在所有接触过他的人眼里，他就是这个样子。他做事认真，
有礼貌，认真完成手中的事情，从不在没有被逼迫的情况下说或做过分的事情。或许你去打开完整版被某 CP 粉团压死的视频，看看那些弹幕，你会发现他叫忍者哥。也许是在镜头前，也许是因为一直在聊天的是一个比他小6岁的孩子，又或者只是因为他们是搭档，他不想太闹气氛坏的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忍着，忍不住做出反应后，他总是想办法缓和一下气氛。他就是这样一个在镜头前不舒服的人。即便是现在，也没有人能够准确描述肖战的长相。他总是与外界疏远，总是要求在面对镜头时保持最佳状态。相处，当一个人突然火起来的时候，那些经常被喜欢的部分就被刻意放大了，根本没人关心这个人本身。他们喜欢自己幻想中的那个人，而肖战为了扮演这个人，逐渐迷失了自我。在时尚先生的文章中，他提到了很多关于肖战童年的事情。他和家人祭祖，住在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的小区，和朋友一起玩会摔屁股。那个时候他还那么小，什么都不怕，而现在183.6的身高让他开始惧怕这个世界。他本来就是一个长得好看的普通人，和很多大学毕业后进公司的人一样，他每天按时打卡，领工资，还把一部分钱给父母。他不抽烟不喝酒，没有任何不良嗜好，甚至不在乎自己的长相。他只在必要时才去商场。他远不是粉丝眼中那个精致时尚的人。形象管理是所有进入娱乐圈的人都必须要做的事情，尤其是流量明星，更要时刻注意管理自己的身材、外貌、着装。这是给那些一直喜欢吃包子和火锅，但是为了更好看，为了工作，开始克制自己的欲望，戒掉碳水化合物，成为大家眼中更好看的人。有时候他分不清现在的肖战是属于他的，还是属于他之外的其他人。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谈论痛苦的人，即使那样可以让人与他产生更深的联系。本来他还是个树洞型的人物，总有人愿意向他倾诉烦恼，但后来他连这种角色都不愿意接了，因为有风险。他可不想事情一旦泄露出去，成为被怀疑的人。他开始变成了一个不允许自己犯错的人，哪怕内心起伏不定，也要表现得面无表情。他喜欢跑步，每天晚上只要不用拍戏，他都会沿着某一段路跑，直到浑身湿透，可以自由呼吸。那时候他说他是属于他自己的。他现在主要的精力就是拍戏，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。锻炼身体，练台词，演戏，选不重复的剧本，似乎很好地融入了这个圈子。但他在拍戏时经常因为做噩梦而惊醒，醒来后发现在梦里怕记不住自己的台词，于是半夜起来继续努力工作。他突然被提升到天空。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肖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完美的他，但他清楚地知道那些都不是肖战本人。当名利流量达到顶峰时，反弹就猛烈而无孔不入。虚幻的世界分崩离析，不切实际的名利荡然无存。他开始无缘无故受到很多人的攻击，连多年前发的信息都被一次次翻出来。原来这样才能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，所有人的关注，也是所有人的嘲笑。或许直到那一刻，既经历过高潮又经历过低谷的肖战，开始摸索着与这个圈子的相处之道。他明白，成为明星必然要放弃自己的一部分，但没有人设下限度，提出要求的一方只会有进步。也许有一天，他不知道去哪里找肖战，有血有肉，敢于抒情，能为所欲为。又或者，当他终于可以摆脱被要求的束缚，成为一个可以被认可的演员时，他可以勇敢地做自己。又或许，这个纷乱的娱乐圈让他无处可逃，终将离他而去。他可以是那个爬山的小男孩，可以是那个想当设计师的帅气大叔，可以是经营小面包店的过气明星，也可以是一个家境短小、家境贫寒的普通人。现在的他，就像无数在娱乐圈里迷茫过的明星一样。